诸位贵宾，此次宴会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为我的孙女柳云儿招婿。柳家柳青天见过三位小姐。三位小姐可是刚获得江城10大杰出女企业家前3，让人钦佩。听闻三大家族刚获得四海集团北联新区的项目，这是要扶摇直上。柳家不是要给柳云儿招婿吗？开始吧。是。柳云儿，上来。林阳看上的就是这么个货色呀！这柳云儿差点成为了我的嗓子，幸好没成，否则恐怕我连饭都吃不下去。看到这丑八怪，我倒是很好奇林阳的态度。那家伙不会跑了吧？诸位，这便是我的孙女云儿，不知道哪位青年才俊对云儿有意，我柳家不要1分钱彩礼，而且还会给一个不错的嫁妆。你给我闭嘴！要是有文玉小姐，那我们求之不得呀。可这个文玉，那就算了，丑成这样，但凡有点志气，谁能忍？刘老爷子，你这孙女实在念念不对，赶紧让她补下去，我都快吐了。请让我下去。黑钱货，即便是倒贴也没人肯定要你。还不快起来，像什么样子？谁说云儿没人娶的？刘老爷子，柳云儿，我娶了。小伙子，你愿意娶云儿？是，我这辈子非柳云儿不娶。为了生活，吃软饭可以理解，哼，就是不知道办那事的时候怎么下得去自然。好，小伙子，从现在开始，柳云儿就是你的妻子了。妹夫，我这个妹妹长得虽然丑了点儿，但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，你不吃不开。云儿，放心，这辈子都会对你好。林阳，你还真为了这么点彩礼要娶这个丑八怪？林阳，我哥不要的破鞋比那好，真是好看。母狗配丑八怪，倒也算是天作之合。说得好，云儿在我的眼中比你们漂亮100倍，她现在只是受伤了，我把她的伤治好，她就是全城第1名。叶家，你们给云儿造成的伤害，会让你们100倍偿还。大言不惭！你拿什么让我们叶家还？用你乡下的2亩地？林阳，你小子可知道，三大家族已经拿下了四海集团的北林新区项目。再是对3位小姐不敬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三大家族的项目，我想给，他们才能拿到；不想给，他们抢也抢。北联新区的项目，三大家族的内资。3天后的四海宴，虎爷便会跟我们3大家族签订合约。当然，这只是其一。这第2点嘛，便是人事变动。
四海集团将会引进一位新的股东，你们知道虎爷背后的人是谁？听说是龙国的第一势力金神殿。没错，这次宴会，金神殿的那位大人物到场。精神殿，那可是龙国第一势力。听说便要来大人，若投入了那位大人的法眼，那是一步登天呀！你们消息还挺灵通，这么快就知道了。但是你们可知道，那位大人就是我啊！就你连个宴会厅当保镖的资格都没有，还大人，你也配？林阳，你还真是不知悔改，可以。林阳，你小子少在这我大放厥词，你给我闭嘴！你们两个跟我来。既然已经嫁人了，就把股权转让出钱，把股份等什么？签字啊！爷，公司是我一手租起的，不签字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要么签字，要么滚出刘家去。爷爷，我倒要看看这合同是什么内容。果然，林阳，你就是冲着股份来的是吧？赶紧把合同给柳云儿，让他签字。签个屁！让所有欺负我云儿的人都跪地求饶，让所有伤害云儿的人都生不如死。云儿，这些年让你受苦了，以后我绝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云儿，你们走。混蛋！林阳，你这个疯子！爷爷，那他没有签字，我买别墅的事怎么办啊？柳云儿已经嫁出去了，这股权啊，迟早是我的。别墅我们待会儿就行。好。没关系，回来就好。只不过我们刚刚这么对爷爷，恐怕回家时候会被赶出。走，去买别墅。买别墅，没钱，这样子不能成笑。我有，只要有我在，没有人敢嘲笑。怎么样？先生，这套别墅不卖。不卖？你什么意思？先生，我们可是高档别墅区，那面对的可是江城有头有脸的大人物。我怎么了？您妻子住在我们别墅区，恐怕是会吓到我们业主吧？到时候破坏了我们区域的面貌，降低我们别墅的档次，所以我们不卖。叫你们经理滚过来！怎么了这是？对不起啊，先生，这别墅我们不卖。你是在找死吗？不要为难他们了，我们走吧。不是我为难他们，是他们在为难我们。今天这个别墅我买定了。买定了，他若卖给了你，就是得罪了我们。你说他敢吗？三位小姐放心，我们绝不可能让影响市容的人进入别墅区，就算是出天价也不卖。林阳，听到了没？不要在这里恶心我们。两位，请吧。林阳，我求你了，走吧。秦天虎，江城别墅是你的项目，管好你手底下的人。是。还有，送一套江城1号的别墅给柳小姐。林阳，你也配跟虎爷攀关系？林阳，你还真是装啊！
这江城1号的别墅是留给精神殿那位大人物的，就你也配？小子，你还以为打个电话就能唬到我？给我滚！三大家族获得了北人新区的项目开发，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啊，这1号别墅就是您采的。他们也配？云儿，今天这个别墅不买，改天会有人乖乖的把房产证送到我们手上。将别墅房产送你，大言不惭，真是个跳梁小丑。喂，你他妈的得罪了谁？我告诉你，立刻将1号别墅房产送给刘小姐。是。二位如何称呼？柳家，柳文宇。看来别墅是要送给这位柳小姐。我就说了，虎爷怎么可能会看上那个丑八怪？柳小姐，这江城1号别墅的地产，虎爷送给您的。1号房产送给我？虎爷？该问是哪个虎爷？是四海集团的总负责人秦天虎。真的是太感谢虎爷了，感情这虎爷是看上我们家文宇了。云儿，等明天宴会开始，你的脸就可以恢复了。林阳，四海宴可是虎爷准备的，我没有资格参加。再说，好的嘞。云儿，你放心，明天的宴会本来就是为我们准备的，而且明天宴会开始，你的脸就可以恢复了。主人，我手下的蠢货误将别墅房产给了柳文宇，还请主人恕罪。我立刻让他们不必，让柳家片刻得意又何妨？站得越高，摔得越狠。是主人。另外，叶家愿意出全部财产，换取一个能够和主人搭话的机会。您看，叶家，让云儿毁容的叶家。是。让朱雀去明天见他一趟，但是不是给叶家带来富贵，而是让叶家消失。是。在明天的四海宴上宣布一个消息：四海集团停止与三大家族的合作，把北陵新区的项目也给三大家族，不配。是。刘老爷子，恭喜啊！虎爷送你们江城1号别墅，看来柳家有一步登天了。刘家主，刘小姐，以后可要跟我们李家多走动走动啊！二位家主六在吧？一定的。之前我柳家远不如三大家族，现在他们主动示好，看来我柳家今日要一步登天呐！叶少是四海集团分公司的经理，叶家抓住四海集团的东风，隐隐成为三大家族之首。生子当如叶天，实在是让人羡慕。叶天红见过不叔，李叔。天红，客气了。方便给我们透露一下四海集团的新股东是谁？是啊，叶先知，以你如今的地位，应该知道一些内幕吧？此次事关四海集团的商业机密，我也不太好说。我只听虎爷隐隐说过，新股东姓我们陆家的产业和柳家有些部分是重合的。刘老爷子，今天宴会结束之后，我们可以谈一下合作。好啊。诸位，此次四海宴上股东人选只是开胃菜，这几日虎爷没出现，便是去迎接精神殿那位大人。而我叶家此次消耗全部资产，获得了与那位大人物交流的机会。叶家真是高瞻远瞩。太傅，以后我们三大家族恐怕要以叶家为财。是啊，搭上了经营店这条线，以后叶家要一飞冲天了啊！此次我叶家与柳家获得了那位大人物和虎爷的支持，以后可要不富贵，共进退。叶少，您放心，我柳家一定不会让虎爷失望。
林阳，你还敢来参加宴会，还带着这个丑八怪，出去，别惹恼了虎爷。这不是你该来。我不该来，我若是不来，这四海宴就没有举办的必要。小子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在四海宴大放厥词！林阳，这儿不是你能闹事的地方，滚！林阳，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。这三大家族的家属都在这儿，我怕。月儿，别怕，药效马上就要过，叶公妈马上就要恢复。你去洗把脸，然后把我认真换上。林阳，国内外最顶尖的医生都治不好我的脸，罢了，就算这次还治不好，我也不怪你。林阳，赶紧带着柳园过来。别闹了，虎爷，担得起责吗？担责？你去问问秦天虎，他有那个胆子让我担责吗？林阳，你敢对虎爷这么说话？我没有兴趣跟死人讲话。林阳，你太放肆了！竟然敢在四海宴上对叶少动手，找死！你要知道，叶家那是虎爷身后的大人物赏识，你敢动叶少，你活腻了吗？林阳，你居然敢打我，还敢在四海宴上对虎爷不敬！诸位，我提议将他和那个丑八怪抛出去。我陆家傅毅从这儿滚出去！我李家傅毅，我柳家傅毅，林阳、柳月滚出去！滚出去！让我嘿！今日我们三大家族和四海集团和虎爷签订北陵新区的开发项目，你说我们空不？没错，耽误了我们的合作，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还惦记着北陵新区的项目，蠢货！算什么东西？这种千亿级别的项目合作，岂是你能够知会的？我让秦天虎给你们的才是你们的，我不给，谁也抢不到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是你项目？北林新区的项目，就是我命令秦天虎给你们三大家族的退婚补偿。可是你们有眼无珠，不辨是非，现在收回。叶少就是四海集团的经理。叶少，你在公司可曾见过能命令虎爷的人？虎爷权势滔天，或许只有精神殿那位大人物才有权利命令虎。小子，你的意思是说你是精神殿那位大人？就是你的意思。林阳，你找死！林阳，四海宴上休得放肆！诸位，精神殿那位大人物现在应该正在和我父亲对话。小子，你大放厥词，屡次对虎爷不敬，对精神殿不敬。说的没错，你的父亲确实在跟那位大人物对话。说的是谁？绝对想不到。来人，将这个不分宗辈、满口胡言、一无是处的家伙打断腿丢出去！虎爷到。见过虎爷，见过虎爷，见过虎爷。今日我来此是宣布两件事。第一，四海集团将会引进一位新股东，他将会代替我成为四海集团总负责人。柳家又一步登天了。这位新股东，他就是柳家。是我，我是新股东。柳云儿。这怎么可能？虎爷给了柳家的柳文宇一套别墅，为什么新股东是柳云儿？为什么新股东是柳云儿这个丑八怪？为什么新股东是我？第二件事，四海集团取消和三大家族合作的北林新区项目，三大家族不配了。不要！为什么要？北林新区的项目本来是给我们的，为什么会取消？爷，
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云儿，揭开面纱吧，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我的老婆柳云儿是全城第一美女。岳增长，成语不可能变吗？柳云儿，纵然你是四海集团新子，但也改变不了你就是一个丑八怪的事实。柳云儿，当年是我亲手可的可以，我很确信你的脸已经不可能恢复了，所以死心无耻。云儿，揭开面纱吧。怎么可能？云儿，怎么这么绝命？这是柳云儿，那个丑八怪。他怎么恢复了？叶天福，你2年前害得云儿毁了，成为整个江城的笑柄。今天这笔账该算你。算账？你也配？叶天侯，你和叶家沆瀣一气，中饱私囊，罪大恶。今日叶家破产，就凭你！喂妈，天红，我叶家所有的公司都被查封了，资金链断了，叶家完了。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。现在相信了？我不信。我爸已经去找金神殿那位大人物了，我叶家被列为扶摇直上，入住京都，死到灵堂，还在幻想。金神殿神使朱雀大人到。见过神使大人。爸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在和金神殿那位大人物对话吗？怎么会这样？是啊，爸，我们叶家不是要入驻京都飞黄腾达吗？飞黄腾达，你叶家配吗？你孽子，究竟做了什么？我什么也没做呀。林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叶家怎么犯这种错？是因为他们的道理。你们叶家给我跪下！等我宣布完大事，再来处理你。我宣布，今日柳小姐将持有四海集团30%的股份，另外北陵新区的项目也将由柳小姐全权负责。柳小姐，请上台签字。林阳，虎哥救的是我。真的没错，没错。这柳云儿这么美，又是四海集团的新股东，柳家这是要一步登天啊！究竟是谁在背后帮他们？一个乡下爹，一个丑八怪，怎么可能会一跃成为四海集团的新股东？柳小姐，签了这份文件，你就是四海集团新股东。恭喜柳小姐。福哥，这个确定没错。这是那位大人物的意思，这是他送你的惊喜。接下来该轮到你。顾爷，我们叶家到底犯了什么错？还请顾爷明示。林先生，秦家出现就在江。秦家，属下这去查清楚。让我养伤5年，害云儿吃了这么多苦。秦家，我出山了。朱雀，你也一起。秦家阴险，小心为上。是。那叶家就交给我亲自处理。是，林先生，属下去就分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柳小姐是我四海集团新股东，
你们要是谁与他为难，那就是与我为敌，听明白了吗？虎爷，放心，我们陆家明白了。柳小姐是我们的贵客，我们绝对不会为难她的。云儿，我送你的礼物你还喜欢？你的意思是，这是你为我准备的礼物？没错，这是我让秦天虎为你准备的四海集团30%的股份和北天新区的项目。小子，这种贪天之功你也敢据为己有？别以为跟别人说2句话就可以以此为由骗到我们。我也只不过看在柳小姐的面子上，才跟你多说了2句话。你竟然敢不知好歹！秦天虎刚一走，你们就开始狗叫。不过你们的想象力倒是挺丰富的，还敢嚣张！林阳，你知道四海集团30%的股份意味着什么？我还真不知道。你说说。只要拥有四海集团30%的股份，就算是金神殿，也是身份尊贵之人。你一个乡下的古狗，人说是你送的，你配吗？我爷何等的人物，也只不过只有5%的股份，还敢在这儿大言不惭？林阳，就算叶家完了，我也要拉着你陪葬。四海集团的股份不能以金钱计价。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，居然说股份是你送的！你真以为你是金神殿大人？没错，我就是那位大人。秦天虎的股份那么少，是因为他的能力只配拥有那么点股份。我让你站起来了吗？给我跪下！我不知道我叶家犯了什么错，引得虎爷和那位大人我的不满，但你竟敢冒充那位大人，敢对虎爷不敬，简直是不知死活！叶天红说的没错，林阳，这里不是你大放厥词的地方。林阳，你3番5次对虎爷不敬，还不赶紧跟叶家一起跪下，等待虎爷回来再行处置？神旨和虎爷也没说叶家究竟犯了什么错。罢了，先让天红出头，我静观其变，希望我叶家还能翻盘。林阳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走，现在想走，晚了。若人人都像他一样大放厥词，那虎爷的威严何在？金神殿的威严何在？别怕，他们不过都是些跳梁小丑，能耐我？林阳，给我跪下，跪到虎爷到场。若虎爷不肯饶你，我叶家第一个上来弄死你。让我跪下，就凭跪在地上的叶家，叶家是没有资格，那加上我陆家呢？林阳，这也可以让你跪下吗？加上陆家也不配。那再加上我李家呢？江城3大家族还没有资格让你跪下吗？怎么，你们还想借势压人？就算是江城所有势力加在一起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们不配。如今柳云儿是新的，看来还是多讨好一下才是。林阳，柳云儿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要如此爱她，难道你非要让她与江城为敌吗？你闭嘴！你之前是怎么对待云儿的？现在看到有利可图又跳出来，苍然老贼，好手匹夫！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你够了！这场闹剧是时候结束了。林阳，既然你不肯主动下跪，那我就请人来让你跪下。来人，把这个对虎爷大不敬的家伙给我打断腿！站着！怎么，柳云儿，你想为他强出头？虎爷是很维护你，但若让他知道你对他不敬，他还会维护你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替林阳向你们道歉，请你们原谅他这一次，他不是故意的。云儿，不用道歉，就凭他们几个想动还不够格。林阳，天海跟施家的神不容小觑，我们还是不要惹他们。柳云儿，你最好莫要松动，
虎爷看中你没错，可你和他做的，你凭什么以为你能救得了林阳？虎爷说过，我是四海集团的新股东，就凭这个，我能不能救他？你以为新股东的事板上钉钉了吗？虎爷离开，或许就是因为宣布错了人选。更何况，就算你当上新股东，那又如何？在江城，没有我们3大家族支持，你这个新股东能当多久？柳云儿，我不知道虎爷为什么会把四海集团股东的位置让给你，但是，你要想靠这个位置压我，我告诉你，做不到。我们3大家族在江城经营了几代人，可不是随便一个身份就能压制。妹妹，快别傻了，这林阳啊，他只是利用你，真正在乎你的只有我和爷爷。赶紧让林阳滚，然后回归柳家。我在最绝望的时候，是林阳救了我，现在他有危险，我不能弃他于不顾。林阳所做的一切，有我柳阳定人之责。想动我不同意。菊儿，别怕，我们不会有事儿。林阳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？是男人的话就跪下，乖乖接受虎爷回来的惩罚，而不是躲在柳云儿的身后，让一个女人来为你遮风挡雨。今日柳云儿本该一步登天，却被你这个垃圾硬生生扯了下来。我不替他感到亏损。够了！我和林阳怎样，用不着你们来评判。我再说一遍，林阳今天不会跪。灵儿，我看你是被林阳这小子迷了心智了。我劝你，不要再和他搅和在一起，他会害死你的。是啊，妹妹，你这大好前途可不能都让他给毁了。灵儿，林阳得罪了虎爷和金神殿，今天你救不了他。你的新股东身份，虎爷只需要一句话就能收回。哼，没错，刚成为股东就想以势压人。柳云儿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你想这样做根本做不到。别以为你治好点就变成高不可攀的真香。保安，我以叶家的身份命令你们把林阳拿下。叶贤侄，你还是省省吧，你们叶家都自身难保，像这种出头的事，还是交给我。陆叔教训，我以江城陆家的身份命令你们拿下林阳。谁要敢阻拦，一并拿下！我看谁敢！你们都听到了，虎爷说了，我是四海集团的新股东，谁敢动林阳，就是动我。是吗？林儿，你还别说，你对这个小贝类还真好。但今天你救不了他，还等什么？拿下！云，我知道你的心意。现在事情交给我，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，账该清算。还不快滚！你居然敢在鬼的酒量动怒大人，你其心可诛，你罪不可恕！哦，2年前你害云儿回，这账该算。你他妈居然还敢打我！我叶家虽然败落了，但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也配跟我算账？哦，林阳，你在虎爷的四海宴大放厥词，还出手伤人，你是要把圈捅破吗？把他给我拿下，等候虎爷发落。林阳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是看柳云儿成了新，就来找我们，说是想替他报仇，实则是为了他。用这种方式绑架他，林阳，你还真是歹毒啊！可惜你得罪的人是精神殿的内务，即便是柳云儿想要，其实有心无力。柳云儿若离开你，还有一线生机，执意保你，那只有死。哎呀，妹妹听到没有啊？这一切都是他的心机，
就这样的男人根本不值得你付出那一切呀！林阳，你要是个男人，你就给我离开云儿。在商言商，谈感情只有死路一条。云儿，虎爷将股份交给你，可真不是一件明智之举。稍后虎爷归来，我李家会建议你换一个新的名字，柳云儿不堪大用。我陆家附议，柳云儿，你何德何能，能够掌握四海集团30%的股份？虎爷，柳云儿是不配，他连大放角色林阳都管不住，俺如果管四海集团的事儿，凭他的脸吗？林阳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用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。云儿，已经做得够多了。我说过，就算是秦天虎回来，也得听我命。至于他们，不过是一些跳梁小丑罢了。林阳，我可真佩服你的胆量，到这个时候还在说，你的闹剧该收场了。诸位，我以陆家的名义号召大家，先斩后奏，将这个对虎爷不敬、对精神殿不恭的家伙格杀当场。虎爷不可辱，精神殿不可辱。先斩后奏！林阳罪大恶极，我李家愿意响应陆家的号召，将林阳格杀当场，先斩后奏，维护虎爷的名声，保全精神殿的威名。先斩后奏！格杀当场！先斩后奏！格杀当场！林阳，和我斗，肉叶家今天注定要完，那要拉住一起。云儿，你听到了没有？整个江城所有人都要杀你，你难道要与整个江城为敌吗？林阳，就算是死，我也要和你在一起。云儿，你放心，他们不过是蝼蚁罢了。你听说过蝼蚁联合在一起能咬死大象的？林阳，你叶子注定是死路一条，而你叶天福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说过，伤害云儿，我会让他100倍的偿还。叶天福，你准备好了？如今江城各大势力都已达成一致，要将你格杀当场。林阳，即使我跪在这里，你敢让我生不如死？你要如何让我生不如死？自然是用命。那我倒要看看，今天我们谁先死？请升位。升位，此人对虎爷不敬，对精神殿不敬。叶家联合江城各大世家，号召将其击杀。还请神位出手，击杀林阳，以儆效尤，以正视听。以正视听，以正视听，以正视听，以正视听。住手！有眼无珠，目无尊卑，出言无状，肆意妄为。江城的各大家族就是这么做事的吗？还不赶紧滚！林先生，起来吧。林先生，都已经调查清楚，秦家派出一位信使，秦天虎已经派人秘密监视。信使，秦家好吧。罢了，现在来一个，我踩一个；来一对，我踩一双。林先生指名带事，秦家这便是在找死。怎么可能？神使怎么给林阳下跪？难道林阳才是精神殿真正的大人？林先生，我叶家知错了，林先生饶命！爸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给他下跪？他不配！孽子！叶家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，全让你给毁了。我现在终于明白我叶家完蛋的原因了。
为什么我叶家本应平步青云，一步登天，入驻京都，飞黄腾达的？为什么说完就完了呀？你们可知他是谁？他就是一个乡巴佬，一个口无遮拦、一无是处的废物吧？叶凌城，你倒是生了一个好儿子呀！叶天红，你个孽子！我叶家苦心经营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，本应该青云直上，都因为你全给毁了。爸，你倒是说清楚，我叶家是因为什么毁了呀？是为毁吗？配什么？现在就告诉你为什么。因为这个座位就是为我准备，秦天虎一言可以定你们的生死，我一言也可以定秦天虎的生死。不可能，林阳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一句定虎爷生死，你配吗？混账！这位林先生就是精神殿的那位大人物，你还不明白？不可能，我查过他，他就是一个乡下土鳖，一个5年没有下过山的废物。叶家主，娘我认识，他是医圣的弟子，我陆家和他有过婚约，不过后面又退了婚。他怎么可能是精神殿的大人物呢？是啊，叶家主，我们曾经调查过他，老陆说的没错，否则的话，我们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女儿跟精神殿的大人物退婚呢？你说的对呀。叶家主，这种事情可不能随便开玩笑。精神殿的大人物何等身份，忙碌无比，怎么可能在山上待5年呢？这事真的是他的大人。叶凌城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竟然还在怀疑？你们叶家呀，还真是无可救药。父亲，你该不会被他蒙骗了吧？他根本就不是神使。我不管你为什么会站在林阳那边，但是我奉劝你一句：现在不仅是我叶家想要杀的我，而是整个江城想要杀的我。林阳得罪了虎爷，得罪了精神殿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我奉劝你一句，赶紧离开，尚可平安无事，否则什么？难道还要对我动手不成？就算我动手，单凭你冒充神使这一点就是死罪，虎爷不会放过你，精神殿那位大人物更不会放过你。冒充神使，还要对我动手，哼，还真是可笑。叶天红，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？林阳，为了演这出戏，你可是下了好大功夫呀，连演员都请好了，可惜没用。保安，给我拿下！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啊！恭迎虎爷，恭迎虎爷！林阳，对虎爷不恭，对精神殿不敬，找人冒充神使，还霸占那个位置。虎爷到了，我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你确定秦天虎是让我生不如死？林阳，死到临头还敢直呼虎爷的名讳，你死定！刚刚你们让神卫拿下谁？虎爷，宴会厅混进了一个老子瓦特神经病。没错，这个神经病他对虎爷你不敬，我们想让神卫将其拿下，交给虎爷你处置。虎爷，这种小事情就交给我们处理吧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虎爷，是林阳，林阳仗着柳月2号4海奇门新古洞，就直呼你的名讳，对你不公，还说自己是精神殿的大人物，对精神殿不敬，还找人冒充神使，哄骗我父，真是胆大包天，肆意妄为。虎爷，我以陆家之名，联合江城各大家族，准备将其当场格杀，以儆效尤，以正视听，为虎爷出气，
为京城殿正名。混账东西！陆洪商，你真是长本事了，真是好大的狗胆呐！不要！你们真是好大的威风啊！江城各大家族联合起来，要将人格杀当场，真是好威风，好霸气！江城什么出了你们这群东西？虎爷这是怎么了？真是动了真火，连三大家族家主都连扇了眼光，这究竟发生什么啊？莫非这羚羊真有今天身份？秦天虎，滚过来！秦天武见过林先生。见过林先生。云儿，过来。让开！云儿，我待会儿再和你慢慢解释。林先生，难道林阳真的是京城的那位大人物？这彻底完了！叶天红，你这个孽子，我打死你！虎爷，叶天红这逆子所作所为跟我叶家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全是他自作主张，还请虎爷饶过叶家这一次。怎么，叶凌城，你现在不觉得我是冒充的了？请虎爷，请绅士大人，请林先生饶过叶家这一次。秦天虎，江城是你管理的，这就是你管理的成果。林先生，秦天武有罪，还请林先生降罪。给我起来吧！这次先给你记着，再有下次，位置该动。多谢林先生。虎爷，我叶家经营这么多年，对四海集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，请您对年轻人说一说，饶过我叶家。叶家的结局早已注定。你们叶家好大的本事呀！都跪在地上，还要联合各家诛杀我，先斩后奏，格杀当场，还用得着来求我？叶天红，我滚过来！虎爷，快饶我！林生饶我呀！这个孽子，叶家苦心经营这么多年，全让你给毁了！这个畜生！爸，我不想放弃你。虎爷，大人，叶先生，叶家知错了。叶天红，大逆不道！我宣布，从今日开始，叶天红逐出叶家，他的一切所为，跟叶家没有一丝一毫关系。啊！闭嘴！别叫我，滚！滚！叶凌城，姜还是老的辣，你以为让他滚了就能护住他？没有我发话，谁敢让他走？他走不了。先生，是我叶天红忍不住，请保护一下。叶天红，如果你只是对我态度，我倒是可以考虑放你，但是2年之内，你让云儿相貌尽毁，不知道让他受了多少委屈和白眼，让他成为整个江城的笑话，这笔账该怎么算呢？云儿，这些年让你受苦，我曾经说过，得让所有欺负过你都跪地磕头，让所有伤害过你都生不如死。他就是第一个。林先生，要我替你杀了他？杀了，岂不是太便宜他？求我不想死。林先生，叶天红被逐出叶家，无论生死，都跟叶家没关系。
啊！叶天王，叶天王，你怎么可能是个大人？我陆坤少真是傻一眼！我真是想不开，怎么能让清河和李阳退婚？若不然，一飞冲天的就应该是我李家呀！今天我就废了，尝尝鸡飞蛋打的滋味。天红，别怪爸，是爸没用，救不了了。孽子叶天红，自有余辜。林先生，少吵大剑，叶家十分感激。请问林先生这下可否饶过我叶家？你们刚才还要将我当场杀，我没有精神殿的这层身份，现在还活着吗？到现在你还奢求我放了你，是你太天真，还是你觉得我太仁慈？出去！秦天虎听令。属下在。叶天红的所作所为，足以枪毙。叶凌城，逐出江城。是。清算叶家全部财产，并入四海集团。叶家如果有胆敢违法乱纪，一切按律处置；胆敢反抗者，一律镇杀。今日叶家除名。是，林先生。来人，将他们带走。虎爷，申氏大人，林先生，饶命！叶家错了，叶家知错了，饶命！饶命！遵林先生令，从今天起，叶家江城除名。有话不妨直说。林先生，秦家的妾室已经在来的路上。秦家会来宴会厅？是，据手下监测，他们已经在来的路上。京都秦家表面依附精神殿，却暗自破隙。当年害我重伤，若不是云儿和医生，我已经死了。既然他们想来送，那就随了他们的心意。是。呀，林先生，都是那个叶天华挑拨的我，才被林先生进来。我陆家愿意赔偿，愿意赔偿。虎爷，林先生，这都是误会。之前不知道林先生的身份，言语上多有冒犯，还请林先生见谅。只要林先生提出要求，我们李家一定满足。对。刚才都要联合将我扑杀、格杀当场了，这就是你们李家口中的误会。阴阳，我爸都跟你赔罪了，你还想怎样？非要这么咄咄逼人吗？天哥，林阳已经不是之前的那个林阳，现在的他，我们惹不起。孽女，还不赶紧跟林先生赔罪！爸，你打我，从小到大，你可从来都没有打过我。不如林先生该打。林先生，小女不懂事，还请您饶了她这一次吧。林阳，都是你这个混蛋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爸也不会打我。敢对林先生不敬，死！申氏大人，申氏大人，小女不懂事，您就饶了她吧。还不赶紧向林先生道歉！林先生，对不起，申氏大人，对不起。多谢林先生，多谢虎爷，多谢申氏大人。林先生，你有什么要求，尽管跟我提，只要您提出的要求，我李家一定都答应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李家破产了。虎爷，李先生这个玩笑一定是玩笑对吧？这个玩笑不太好笑啊。林先生可没和你开玩笑。李文泽，你是选择自己主动破产，还是让我四海集团帮？林先生，这未免有点太过分了吧？你想要什么？车子、豪车、别墅、金钱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但竟让我们李家破产，这让人难以接受啊！强人所难。刚才你们联合叶家，
想将我诛杀当场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强人所难？误会，都是误会。今天不光是李家、陆家，方才凡是想将我诛杀当场的，通通破产。林先生，今天宴会厅的都是江城名流，我们只不过受叶家的挑拨，说错一句话，林先生要断了我们所有人的路。这件事陆家不答应。江城3大家族哪一个不是经营了几十年、根深蒂固的存在？林先生，哪怕您有虎爷的支持，想要让我们3大家族破产，也没那么容易吧？你李家是想翻天不成？虎爷，我也是没有办法，这也是你们逼我的。秦天虎，属下在，吩咐下去，5分钟之内，李家破产。哼，是我们李家在江城几十年，靠的是底蕴、人脉、战略，从来都不是卑躬屈膝。虎爷，哪怕是您想让我们在5分钟之内破产，也不那么容易吧？更何况你们今天得罪的可是整个江城的顶尖名流。也许你让我李家破产，但是你想让所有江城的名流全部破产，没那么容易。江城陆家、李家同生死共进退，想让我们破产，你休想！我陆家不认。我们好，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啊！那就看我秦天虎到底能不能做到。姑娘，江城所有名流的实力加起来不容小觑。袁，你刚才为了我，都敢站在各大家族的对立，现在纵使江城所有名流联合在一起，我又有何惧之？目之所及，皆是蝼蚁，真是猖狂之极！你刚才不是说让我李家在5分钟之内破产？怎么？喂，李总，不好了，公司遭到多方势力狙击，已经破产了。什么？我李家破产了？啊，你怎么样？咱李家破产了。哦，李家已经破产了，现在该轮到你陆家。虎爷，林先生，我们陆家知错了，求你放我们一条生路啊！陆小姐知错了，求林先生放过我们。还以为你们的骨头有多硬，这就怂了？你真是威风呀！一个人压得整个江城名流都抬不起头来，厉害！只是，呸！林先生，他就是秦家信使。来得好，我还没去找他们，自己就送上门来了。可惜呀，就是个什么狗屁信使，未免太无聊。京都秦家，秦家人来到了江城。秦家在精神殿可是中流砥柱，精神殿36位战士，秦家占12。传闻精神殿殿主在5年前的大战后就消失了，精神殿已只有秦家把持，秦家已经把持精神殿5年了。这秦家信使似乎对林阳不满，难道这林阳身份真是冒充吗？江城陆家陆魂商见过信使大人。见过信使大人。江城陆家陆魂商见过信使大人。见过信使大人。他们都行，为什么不行？就算是秦家人亲至，也要向我行礼。你区区一个信使，秦家的一条狗，也配在我面前狂吠？林阳，别逞强了，秦家不是我们能惹得起的。秦家这副精神颠覆，我知道你在精神殿有点地位，但是跟秦家也是不能比的。爷，没事。找死的是你！你要是再敢对林先生和亲，信不信我将你格杀当场？杀我！秦天虎，
你也不对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我已经不仅仅是秦家的姓氏，这次来江城是要宣布一件事。秦家将罢免秦天虎在四海集团的一切人员，北陵新区的项目也将重新分配。各位都有钱。秦天虎会免除四海集团的一切事，林阳没有秦天虎做依仗，他能拿我们怎么样？庆哥，秦少如果掌控了四海集团，那么我们即便是破产了也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有重来的机会。秦少就是我们的救命稻草。爸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讨好秦少的。我们李家失去的一切，我都会全力夺回来。秦少，我柳家愿为秦家马首是瞻。秦少，秦家的事就是我懂的事，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，我们一定帮您办到。我们的意思呢？这次罢免秦天虎，我会从你们江城本地寻找新的负责人，跟着我们秦家，不会亏待你们的。陆家愿全力协助秦家。好，秦家就看好陆家。秦少，我李家也愿意投靠秦家，只是虎爷用雷霆手段使我们李家破产，您看。李小姐放心，罢免秦天虎之后，他下达的一切命令全部作废。多谢秦先生，我们李家从此以后必定为秦家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林娘，还愣着干？跪下接令！秦家什么时候有罢免四海集团负责人的权利？我怎么记得只有精神殿的店主才有这个权利？你小子懂事，可惜那是曾经，现在的精神殿我秦家说了算。放肆！秦家现在已经这样无法无天了，小子，想好，秦家家主3天之后就会亲临江城，宣读秦天虎罢免令，到时一个都什么狗屁罢免令，我根本不稀得看。你踩的可是京都秦家的东西，我就是要把京都秦家踩在脚下。敢入秦家者，当诛！动手！是，我看谁敢！胆敢阻拦者，杀无赦！杀无赦！你们可知他的身份是什么？敢对他大不敬，你们是活腻歪了吗？身份？秦家背后是精神殿，精神殿杀人不需要看审。秦家如今嚣张到这种程度了吗？动手，杀了他！动手！我看谁的胆子能有这么大，敢对精神殿的店主动手！参见店主大人。店主？什么店主？当然精神殿，这不可能！开什么玩笑？他怎么可能是精神殿店主？林阳他究竟是谁？具体有几层身份？你们见到店主大人还不下跪，该当何罪？店主大人，朱雀，你在跟我搞笑？你们从哪找来这么一个乡巴佬充当店主的？店主大人可以在京都，可以在精神殿，但绝对不是在这儿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在说什么呀？店主啊！你们不是一直都想知道为什么我能够左右秦天虎的意见？那么我就告诉你，我林阳就是精神殿的店主。林阳是精神殿的店主，怎么可能啊？之前他说他是精神殿的大人物，我就半信半疑。我专门调查过他的身份，他在乡下待了5年啊！开什么玩笑？他怎么可能是店主？他如果是店主的话，怎么可能看上柳云儿这个丑八怪？林阳，你说你是店主，今日秦家信使大人在此，你若真是店主，他能不认识你？店主大人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却也不是什么人都冒充。林阳，你冒充店主大人，死罪！店主大人我自然是见了，但是他消失了5年，这5年里面有不少人冒充林阳，是冒充的最不像。林阳，你先是冒充精神殿大人物，想让我等破产，又冒充精神殿店主，想压制信使大人，你莫不是把我们所有人都当成傻子不成？林阳真是胆大包天，冒充大人物，欺瞒虎爷，让柳云儿成为四海集团的新股东，又说自己是店主。今天若不是信使大人在此，恐怕这戏还真被你演成了。冒充店主者，死罪！
还等什么呢？上！找死！敢对店主大人不敬！你敢对绅士大人的手下动手？疯了！今天你们两个都得死！林阳，你死定了！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！林阳，你敢打秦家人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狗不听话，主人就得教训，有问题吗？你死定了！少主大人3天之后就来江城，下一任精神殿殿主就是他，他来了必死无疑。林阳，我劝你乖乖跪下给神使大人道歉，否则以你医圣弟子的身份，必死无疑。冒充店主还想逃命，可能吗？聒噪！出去，掌嘴！是店主。林阳，你敢！3天之后，让秦天跪着来拜见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滚！林阳冒充店主得罪秦家，只有3天可活了。我们刘家一定要和林阳彻底断绝关系，否则秦家的怒火不是我们刘家能够承受的。云儿，我和爷爷还有些事儿，就先走了啊。林先生，都是小女不对，顶撞了你，我陆家愿接受一切惩罚，绝无怨言，绝无怨言。李先生，像你刚才做的事情和我李家无关呀，更何况我李家已经破产了，还请李先生给我李家留一条生路。看来父亲还是拿不准林阳的身份，之前让我对秦家示好，现在又对林阳卑躬屈膝，这是在做2手准备。不管林阳什么身份，陆家都会立于不败之地。父亲不愧是陆家家主，果然厉害。我知道你2边都压制，看看谁能赢，对不对？想不到林阳居然也能看到这一点。陆家知错了，今年是责罚。我师傅和你们3家有些交情，否则也不会和你们3家许下婚约。那我就看在我师傅和老人家的面子上，再给你们3天时间。云儿，你回家吧。好，我们回家。按计划行事。是。杨儿，如今你已经是四海集团的股东了，你帮帮刘家吧。北陵新区那么大的项目，你刘家负责。刘晴天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你当初是怎么对云儿？我看在云儿的面子上，放了，没对你们动手。你怎么还自己找云儿来了？林阳，你给我闭嘴！冒充店主，那可是死罪。等秦少来了，你的死期就到了。啊，对了，女儿，赶紧让这小子滚，省得他会连累了你。是啊，妹妹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怎么可能会害你呢？爷爷都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他在乡下待了整整5年呢。精神殿店主是何等身份，怎么可能一直待在乡下呢？爷爷，该滚出去。是的，当初是你们逼我嫁给叶天华，害得我怀孕，又逼我交出柳家的股份，我也交了。
从我交出柳家股份那一刻起，我就跟你们再也没有关系。现在想回来占便宜，门都没有。你柳云儿，没有柳家，岂能有你的今天？是啊，妹妹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你可千万不能因为一个外人就不顾及我们家人的情面呀。我没有你们这样的家人，我的家人只有一个，就是林阳。你们听见了？我老婆让你们走，听不懂话。林阳，你别太得意，秦少到了，你的死期就到了。就算是秦家人来了，也只配给我跪地磕头。你们总是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，简直可笑，愚蠢。林阳，都到现在了，你还在演戏？秦家那可是精神殿的掌权人，你一个在乡下待了5年的废物，你拿什么跟秦家比啊？更何况我妹妹还没说话呢，是吧？林阳的意思就是进门滚出去。什么？难道还想让我一个一个的把你们扔出去？林阳，你别太嚣张，3天后我要亲眼看见你是怎么死。啊，对了，这是我柳家让你出家族的凭证，免得秦家在收拾你的时候连累我柳家。滚出去！柳云儿，你好自为之。走。林阳，我是不是做的太过分了？爷爷毕竟是家人。云儿，你这么做我很开心，你不能一味的善变。谢谢你，林阳。你之前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保护我就知道你不是一个柔弱的人。林阳，因为你是我最重要的人，以后不管如何，我都会陪着你。以后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站在你这一边。柳小姐，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办公室了。月儿，这办公室如何？喜欢吗？这是我见过最豪华的办公室。你喜欢就好，以后呢就在这儿办公。有什么不懂的就去问秦天虎。啊。对了，我带你去参观一下公司其他的地方。是，林先生，对不起。柳小姐，这是咱们的办公区。林阳，我没什么管理经验，这么大一家公司，我怕。别怕，秦天虎会教你的。我不是说了吗？失去了柳氏集团的股份，我们会得到更多。以后这四海集团都是你的。林阳，谢谢你。又是柳云儿，贱人，混蛋，放开我！你在找死吗？柳云儿，不要以为你长得漂亮，我就不敢动你。我知道你会问我，要么现在滚，要么我再让你回一次柔。你是谁？你为什么打我？最好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，否则后果不是你承担得起。不知道我是谁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我是四海集团项目总监杨若雪。我告诉你，要么现在把北陵新区的项目还给我，要么我让你们彻底消失。你以为是我抢了你的项目？你好大的口气！你就不怕我们把你给开除了？鱼儿现在可是四海集团的股东。开除我？你们知道我是谁？
虎爷可是我亲哥哥，你们开除我一个试试。你就是柳云儿那废物老公，为了让自己老婆上位，真什么事都干不出来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他脸上的伤疤是我哥哥的伤。你说什么？我胡说。绿帽子都戴你头上了，你还在给这个小贱人说话？嘴巴放干净，否则秦天虎来了也救不了。我嘴巴放干净一点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。你为了让你老婆上位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要不是我哥哥，他哪有今天这么风光？腿一张就30%，我呸！真不能死。秦总，不好了，杨总今天带人找柳云小姐的麻烦了。那女生除了长得好看，其他什么也不是。可不是嘛，估计学历都没我高呢。我一想到以后咱们项目部要听他的话办事，我都嫌恶心。哎呀，让我来吧，不然以后在公司怎么复仇？首先，我跟秦天虎没有任何关系。以后谁敢在公司再造谣，我就会报警处理。其次，我确实缺少经验，但我会努力学习的。学习？北林新区那么大项目给你学习？你以为公司是你家开的？那你想怎样？我想怎样？很简单，你手上不是有30%的股份吗？把股份给我，我就不给你。这我老婆股份，我可以给你，敢收吗？有什么不敢的？四海集团都是我哥哥的，他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才有股份讨好你老婆。我把股权收回来，天经地义。好，那你把秦天虎叫过来，我倒要看看他敢不敢收回股份。小子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哥哥也是你想进就能进，够资格。虎爷，哥哥，你可是来了。这个女人和她老公一起欺负我，你可要帮我啊！你看，我手都被她弄红了。是啊，秦总，这两个人太过分了，一来就是说要开除杨总监，还对总监动手。秦总，像他们这样粗鲁的人，如何管理这么大的公司啊？是啊，秦总，你可一定要替杨总监做主啊！杨总监为公司做过这么多贡献，不能让他寒了心呀！都给我闭嘴！哥哥，你这……谁给你的胆子？竟然敢对林先生和柳小姐不敬！快给林先生和柳小姐道歉啊！否则，就算是我也保不住你！哥哥，你打我，还要让我跟他们道歉？打你又是轻的。要是林先生和柳小姐不满意，你今天能不能活着都是一个问题。还有你们，刚刚对林先生和柳小姐出言不逊的人，半小时之内我要看到你们的辞职信。你们谁都跑不了。林先生，是我把他宠坏了，他现在认真作风。哥，柳云儿不过是你抱养的一个女人而已，你为什么对他们这么恭敬？放肆！你可知道林先生是谁？他是这四海集团真正的掌控者，想连我一起害死吗？林先生，柳小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柳小姐，这一切都怪我。无论你怎么处罚我，我都没有意见。柳小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原谅我吧。这第一巴掌是打你的口不择言、胡言乱语，这第二巴掌是打你对林阳的污名、对我的侮辱，第三巴掌是打你带着员工闹事、无组织无纪律。杨总监，现在可以说正事儿，以后你当我助理可有意见？没意见。好，既然这样，以后你就跟着我，咱们俩相互学习，一起为集团做贡献，
只不过你这个人性格有问题，以后再出现这种事情，知道后果。是，谢谢刘小姐。那林先生的意思是？跟我老婆的。多谢林先生，多谢刘小姐。林先生、虎爷、刘小姐，都守大人求见。都守，他来干什么？都守大人说是来拜见林先生的。啊，请他去我办公室吧。是。闻听医圣的弟子林先生在此，老夫前来有一事相求啊。请说。是这，我那儿子得了一种怪病，医生说也只能活半个月，不知是否能请林先生救救我儿？当然要救。我师父说了，作为医者，就该治病救人，需要你及时。非常感谢。谢谢您了，林先生。客气。云儿，我先去趟医院，等我回来再接你下班。哟，不过是小孩子，没这个出息。那不行，你是我媳妇儿，乖乖在这儿等我。好，保护好。林先生放心。走吧。林先生。林先生，这便是犬子，还请您救救他。这药喝了吗？如果喝了的话，就是救。动手！你在哪儿请了这个混小子，在这大放厥词？你刚才不是还好好的，怎么就没救呢？因为他喝了这碗药。那我儿现在还能活多久？如果不喝这碗药的话，还能多活个10年。但是现在2分钟。动手！你少听这黄河小子胡说八道！你儿子喝了我的药，已经好多了，病情已经控制住了。哎，你不会是想用这小子替代我吧？我行医60多年了，救人无数，你却信这小子的？哎，你这不是打我的老脸吗？我神医啊，林先生是医圣的弟子啊，你别看他年纪轻轻，他的医术却高明至极啊。医圣弟子啊，哎，就算他医圣弟子，还学了几年呢？小子，你别在这装神弄鬼的，你想干什么？3、2、1。这儿啊！3、2，林先生，怎么会是这样的？儿啊！我神医，快做急救！督手，这恐怕你儿子不行。我儿要是死了，你得给我儿陪葬。算了，没用的，以他的水平是救不了您的儿子的。那我儿真的没救了吗，林先生？我刚才说的没救，是他救，但是我可以。请林先生救救我儿。这是8荒针，这3针足以治好他的病，1个小时之后他自然会醒过来。这就治好了。哎呦，年轻人，能不能告诉我他得的是什么病呢？您连他得的是什么病都不知道，
就敢给他喂药。以前我给他把了脉，发现他的五脏六腑有衰弱迹象，我就给他用了固本培元的药。没用，五脏六腑的衰弱用药物是控制不了的。他的病是身怀煞气所致，而您给他开的药是大补，他并没有气血虚弱的症状，所以反而适得其反。老夫今天是长见识，小友的医术是出神入化，佩服。感谢林先生。王神医，你先出去一下。好，那老朽就告退了。遵守。您儿子的病是人为的，有人想害你。什么？什么？身怀煞气，说明对方是个高手。对方是在1个月之内下的手，用的是下作手段。多谢林先生，我知道是谁了。这跟秦家脱离不了干系。不过我们平时跟精神殿井水不犯河水，他们为什么？您放心，3天之后我一定帮您解决这个麻烦。现在精神殿乌烟瘴气，是时候该治理了。冒昧的问一句，您真的是精神殿的店主吗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这不过是一层身份罢了。没什么事情的话，先告退。哦，那就多谢林先生，您慢走。林先生，大事不好了！刚才秦趁我不在公司，带着秦家战神将柳小姐绑走了。云儿没事吧？现在秦军在什么地方？柳小姐没事，只受了点惊吓。他们将柳小姐带去了嘉诚酒店，他们还说什么？还说要您亲自跪着去给他们道歉，否则柳小姐的安全他们就不能保证了。叫上朱雀，和我一同前往江城大酒店。是，林先生。可是他们有秦家战神，我们是不是？没什么可是的，区区战神随手可灭，立刻和我前往江城大酒店。是，林先生。我家少主喜欢美女，要是将你这样的极品送礼，想必他一定会很开心。秦少，你这么做不怕虎爷发怒吗？虎爷他秦天虎算个什么东西？我告诉你，看见我身旁的这个战神喊一句，就算那100个虎爷来了，我够得上。这战神？没错，京城殿总共36号，12位镇边将剩下的1人镇一场。韩武举战神虽然是我秦家新封，但是实力强劲，便是朱雀来，难逃一死。柳小姐，抱歉，身为战神，本不该做出绑架之事，但丈夫冒充店主，这是死罪。为了精神殿的我也只得破例。这是男人，林阳不是故意的，求你放了他。任何敢对店主不敬的，都应该接受惩罚。柳小姐，我劝你不要说出那些大逆不道的话。云儿，云儿，没事吧？还有时间关心这个的？林阳，想好自己该怎么死，给我跪下。林阳，你来这干什么？快，我不想见到云儿，你怎么了？我是来救你的。救我？
干什么救我？你知道他们是谁吗？他们是秦家，掌控精神殿的秦家，而他是战神韩无惧。林娘，你冒充店主，你是死罪！你愣在这儿干什么？你还不赶紧滚！刘小姐，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黎先生给的。他不仅治好了你的脸，还让你成为四海集团的新股东。你就是这么对黎先生的吗？凭什么？就是因为他救了我，我就必须嫁给他吗？这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。你们滚！你们都给我滚！林阳，对不起，战神实在是太强大了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。李先生，我看柳小姐并不要真情对你走，她只是担心你。别说，知道。我发誓，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你。任何想伤害云儿的人，都要付出代价。林阳，你还没听懂？柳云儿现在看中的是我。至于你，冒充店主大不道，给我跪下！磕几个头，我让你多活几天。秦少，我先不想看到他们，你们让他们滚出去。滚出去？那可不行！他们犯的是冒充店主的大罪。战神韩无忌来了，就是为了抓住他，然后等少主来了之后，让他赔罪道歉。绑架云儿，还想抓我？心云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是我真心。你给我机会？你不过就是一个冒充店主的小瘪三，讲什么给我机会？上，抓住他！不去，让开。不但要看看现在的神位都是些什么水平。好的，李先生。神位真是不堪一击。废物！林阳，你不会以为这点本事就能冒充店主？神位在精神殿是最弱的存在，还不赶紧给我滚！今天战神韩无惧来了，对着你说：“无惧战神，拿下他！此子冒充店主，辱我秦家，企图颠覆四海集团，罪大恶极，胆大包天。等少主来了，就将他明正变刑，以儆效尤。” 5年前，我未能追随店主上阵杀敌，是我韩无惧一生的遗憾。我此生最敬重店主，容不得他人侵犯。而你冒充店主，辱店主名声，我岂能饶你？韩无惧，你此生最敬重的便是店主大人，而如今店主大人站在你面前，你却不自知，哼，真是可笑至极！ 竟然还拿着剑对着店主大人，死罪！朱雀，你只是一个神使，你有何资格跟我说话？你让人冒充店主，妄图颠覆精神殿，今日我便先斩你，再杀他！韩无惧，你这个没脑子的废物！怪不得秦家不派其他战神来，原来看中的就是你的蠢！我虽名为韩无惧，但却最讲规矩。 秦天虎、朱雀多说无益，既然你要维护他，
那我就先拿你们两个人计剑。你们先退下，我倒要看看这个最守规矩的韩无惧到底有多厉害。林先生，此人实力不弱。我说了退下，这听不明白吗？是，林先生。林阳，我承认你有些胆色没有这实力，但是你还终究不知道什么是战神。战神者，皆可万军从中取敌将首级；战胜者，皆可杀场万人敌。以手中3尺之剑征战江城，以万世之功，一人镇一城，他们才能叫做战神。无惧战神，今天就用你手中剑来教训叶天成路中店主的萧贤者，让他知道我秦家不可辱，精神殿不可欺。战神是什么？我比你更清楚。精神殿36位战神，我亲手册封了20人。韩无惧并不在，只有精神殿殿主册封的战神才配叫战神。秦家册封的战神，韩无惧，你配得上战神的名号吗？配不配得上，由不得你来说。等有朝一日我见到店主大人，我便会用我自身的实力向他证明，我韩无惧配得上战神这个称号。你还挺有自信的，那你就给我证明看一看，自信是从哪？无惧战神，我求你不要杀他，我愿用我的命来换林阳的命。云儿，你不用担心我，他们伤不到我。林阳，我知道你很有实力，这次真的不一样，你赶紧跑吧。精神殿战神不会对龙国服，若再敢阻拦，休怪对你不客气。林阳，没有时间了，你赶紧走，走啊！云儿，为什么还是不相信？林阳，不是我不相信你，这是……云儿，就在一旁观战，我会让你看看，他们口中的战神，在我面前不过是不堪一击。算了，能和你在一起几天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陪着你。这辈子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放心吧。来吧，韩无惧，我就站在这儿。你要是能让我的脚下移动半步，就算输。长话，还从来没有人敢如此小觑。林阳，受死！太慢了，就这样的速度也配叫战神？简直可笑！这怎么可能？林先生，对不起。怎么可能？无惧战神，全力出手，别藏拙了！就算你有点本事，但比起秦家少主，你还差得远。你以为凭借这点本事就能够战胜我？你以为战神都是吃素的吗？主殿主者死！主殿主者死！殿主小心！我的剑断了！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这么强？竟然真的战胜了战神！太多了，没有经历战阵的厮杀，终究还是徒有虚名。我输了，我韩无惧，对不起秦家，对不起精神殿，对不起殿主，殿主，我不能为你诛杀此贼，臣这就以此谢罪。
精神殿的战士，这就不像话，简直可笑！我精神殿的战士，百折不挠，宁折不弯，靠的不仅是实力，还有强大的意志。就输了一次殿下的自尽，根本配不上战场。朱雀，金天虎，属下在。把这个废物带下去，我要让你亲眼看，心中像神一样。秦家少主是如何像狗一样被我踩在脚下。是。站着！让你走了吗？娘，我错了，我不该绑架两人，你饶了我一次吧！啊！就是秦家的一条狗，跟你计较，没有丝毫。但是你胆大包天，绑架云儿，该死！丽阳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他毕竟是秦家人，秦家人可惹不起。云儿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今天我不来，他会不会放我？云儿，知道我在为此担心，怕秦家人报复，是区秦家。即使他们不来找我，我会放过他。云儿，多一个朋友好过多一个敌人。有些人可以化敌为友，但是有些人这辈子注定只能成为敌人。朱雀，见！小命，你杀了我，秦家不会放过你的，九神殿更不会放过你的，你别杀！云儿，有些人就是畏威而不怀德，你越是对他们好，他们越是觉得你软弱可欺。秦家势力太大了，我怕。云儿，别怕，秦家是很厉害，但是我比他们更强。小命！用这把剑对付你，是对这把剑的侮辱。今天要么命留下，要么自断一臂。今天我是在云儿的面子上找你，让你自断一臂，长点记性。快滚吧！云儿，别怕，我怕秦家报复，我怕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。云儿，不要怕，秦家只是些土鸡瓦狗，翻不出什么风浪。所以，你真的是精神殿殿主？李阳，你真的是精神殿殿主吗？是的，云儿。所以，不要再担心了。可你之前跟了医生5年，我还是不敢相信。你怀疑也很正常。当年我被秦家所害，后来被你救下，再后来，我跟着医生休养了5年。我知道很多人都在质疑我的身份，我会证明给他们看。李阳，你跟其他人不一样，不管你是普通人还是精神殿殿主，这辈子只要你不嫌弃我，我都不会抛弃你。云儿，放心，这辈子我只娶你一个。可是我还配得上你吗？你是精神殿殿主，而我只是……傻瓜，没有你，我早就死了。云儿，是你救了我，千万不要妄自菲薄。我记住了。朱雀，我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？林先生，都已经办妥了。以前随您征战疆场的战神们，已经在赶来疆城的路上了。还有这些年因为精神殿所作所为所心灰意冷的战神们，也已经赶过来了。好，很好。
秦家，我给你们的包容已经够多了。既然你们不珍惜，那就覆灭吧。好了，你们下去。林先生，属下告辞。云儿，回家吧。好。林先生，我是陆鸿章。我们陆家和李家为了表示对林先生的歉意，于明天在江城大酒店举办了一个宴会，为林先生道歉，请林先生一定赏脸。致歉？你就不怕得罪了秦家？林先生，不瞒您说，我等听说您可是连战神都具备了，在我心中，你就是定人界恋人，所以我要办一场正午宴向你致歉。既然你们诚心道歉，也好。明天我和云儿会到这里。多谢林先生，多谢吕小姐。李阳，怎么了？陆家陆鸿生要向你致歉？说不定是个鸿门宴。那怎么办？他实要去了好。去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秦家我们放在眼里，更何况是他们。爸，你真的决定了吗？要站在林阳那一边？林阳战胜了秦家战士，我和李文泽商量了一番，他态度不明，却也决定办这场真龙宴。可是爸，要是站错队伍了呢？真龙宴上分真龙，想当墙头草，只有死路一条。2选1，还有一半的几率，我陆家只能赌一把。希望这次陆家能赌。柳云儿，你是？柳云儿，还真是你！没想到江城第一丑女脸上的伤治好了之后，还是蛮漂亮的。哟，小骚货，脸刚治好，身边就有个小白脸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请您注意言辞。注意言辞，我不过是说出了事实罢了。再者说了，就算我不注意言辞，又能怎么样？小小柳子，只手可灭。宁雪，话虽如此，不过最近江城风起云涌，出现了很多过江，我们还是要听长辈的话，低调。柳云儿，你只需陪我睡一个晚上，我们陆家会给你们柳家很多合作项目，到时候你们柳家甚至可以成为江城的2柳家族。无耻，陆思成，没想到你什么这么无耻。你现在过来，跪下给云儿道歉，还可以考虑饶你。哟，还装上了。柳云儿，我告诉你，陆少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是柳家的福气，你应该感谢陆少，而不是在这里故作清高。小子，你知道我是谁？敢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？我不管你是谁，我只知道我现在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小子，你给我听好，他叫陆思成，是陆家人，是陆小西的堂哥陆鸿商的亲侄子，掌管着江城以外所有陆家的产业。这次回来是为了参加3大家族联合举办的宴会，现在你可知道他是谁了？我平时与人为善，不喜以势压人。三小子，你成功的激怒今天你要不给我下跪磕头道歉，那我陆家的脸面何存？你可知道你们2大家族联合举办这场宴会为了是什么？嘿，当然是为了京城秦家，为了高高在上的精神殿的大人，为了秦天虎虎爷那样的大能，难不成是为了你？没错，就是为了我。真龙宴就是为2大家族联合起来给我举办的一场道歉。就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什么样子，切，你也配？我这才离开江城的几天，就出现了你这样的人才。
我们几大家族屹立半个世纪不倒，何其强大！而你又算是什么东西，也配得上几大家族联合起来向你致敬？刘洋说的没错，这就是致敬。不信，您可以去问。比起陆鸿昌和陆小西，你们简直愚不可及。小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不过就是柳云儿包养的一个小白脸罢了。我告诉你，柳家我都可以轻松覆灭，更何况是你。陆少，你跟他们费这么多话干什么？赶紧让他们过来，乖乖跪下道歉认错。你要是真的喜欢柳云儿，那你就去找柳家家主柳晴天。我想那个老东西一定是求之不得的。宁雪，你说的没错。以我的身份跟你们多说几句，太掉价了。我在最后警告你们一次，赶紧过来给我磕头道歉，再让柳云儿陪我一回。你们可要想清楚，与我为敌，就等于你们在江城再无立足之地，你们会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，而只需柳云儿陪陪我，你们有赚不完的钱。我想你们应该知道怎么做啊？怎么怕了？怕了就过来跪下磕头认错。哦，对了，顺便把鞋子舔干净。满嘴污言秽语，陆家教育不好你，就替他们好好教育你。你竟然敢打陆少！你个小白脸！我告诉你，你完了！不仅是你完了，整个柳家也完了！你们得罪了陆少，你们死无葬身之地！就算是陆鸿昌在这，也只有给我跪下磕头的份儿。你们算什么东西？也敢在这儿口吐狂言！你竟然敢打我！我告诉你，你今天死定了！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！冥顽不灵，还敢动手！啊！陆少，你没事吧？这要是在疆场上，你就死了好几回了。好啊，现在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敢跟我们陆家作对。你等着，现在就给我堂姐打，叫人过来收拾他。堂姐，陆小西，那好吧，就叫他过来跪在这里。混蛋，还敢出言不逊！待会儿我表姐来了，先打断你的腿，让你知道什么叫陆家不可辱。喂，堂姐，我是思成，我在江城酒店的宴会厅外面被人给打了，你快来帮帮我！陆思成，我不是告诉过你这几天要低调吗？你怎么又惹事儿了？哎呀，堂姐，这次真不怪我，是对面的人先侮辱我们陆家的。哎，你再不在，我就要被打死了。哦，对了，堂姐，你要多带几个保镖。真是什么人都当我陆家可欺吗？等我。哎，好。小子，我堂姐马上到。你要识相的话，赶紧过来跪下磕头道歉。待会儿还可以考虑让你死得不那么惨。陆家陆鸿昌好歹也算是个精明的商人，陆小西虽然蠢笨一点，但也算是个正常人。但陆家有你这样的货色，迟早得玩完。好吧，你个混蛋，现在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这里大放厥词，看我待会儿怎么撕烂你的嘴！好呀，那我就在这里等，看看你们怎么撕烂我的嘴。我小子，就算我不找李家的人帮忙，我也能弄死你。你知道四海集团吧？我最好的闺蜜就是四海集团的人，我现在就让她带人来帮我出气。那你尽可能的找你所有能够动用的资源来对付，但是麻烦你快一点，我没时间在这儿陪你耗。喂，是若雪吗？好姐姐，我被人打了，就在江城酒店宴会厅外面，你快带人来救救我，不然我怕是被人要打死了。什么？谁敢在江城打叶家的人？不想活了吗？是一个不知死活的臭小子。好姐姐，你快来呀！好，我本身也是要去参加3大家族举办的宴会。好，谢谢姐姐，爱你哦。我告诉你，我的好姐妹杨若雪就是四海集团的项目总监，她的表哥就是擎天虎虎爷。等他到了，你们的死期也就来了。杨若雪，
云儿，昨天你不还打了杨若雪3个耳光吗？不得不说，几个耳光打开挺解气。张毅不想我暴力就好，昨天已经教训过他一顿，如果他今天再执迷不悟，可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好吧，那杨若雪交给你了。你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吗？还打杨若雪耳光？整个江城谁敢这么做？死到临头犹不自知，何其可笑！若雪姐姐，你终于来了！你快看看我的脸被他们打成什么样子了！你一定要帮我出这口气！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对你动手？杨总监，不仅是宁雪，连我也被打了。他们太嚣张了，说是其实您来了也要给他们跪地求饶。江城什么时候出现了这样的？我倒要谁这么大胆子？杨若雪，你确定要替他们出头？你平时的做事风格就是这个样子。若真是这个样子，那我得好好考虑考虑，你是否能继续留在四海斋。林先生的小姐，对不起，请恕罪。杨总监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他不过是柳家的柳云儿跟一个小白脸罢了，你为什么给他们下跪呀？若雪姐姐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快起来！想害死我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她不就是柳家的丑女吗？姐，你这么怕她干嘛呀？给我闭嘴！再敢质疑柳小姐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算了，什么东西？起来吧，以后别什么朋友都乱交，否则打着你的名义，干的尽是损害公司的利益之事。是，柳小姐教训的是，以后我一定多注意。堂姐，您来了。陆思成，你又给我们陆家惹事儿了？堂姐，这次不是我惹事儿，是有人欺负咱们陆家呀。说即便是您跟家主来了，也得给他跪地求饶。我这气愤不过，争执了几句，他就把我打了一顿。堂姐，好大的口气啊！在江城还没有人敢这么对我们陆家。是谁？不仅我被打了，宁雪也被打了。姐，宁雪，说是谁打的你？是我打的。怎么，你们有意见不成？杨小姐，我弟弟虽然愚笨，但是他知道你的身份，应当不会得罪你。纵然你作为四海集团的项目总监，虎爷的亲妹妹，也不应当说出我和我父亲来了也跪在你面前的这番话吧？你当真以为我陆家怕了你不成？和他们道歉，杨若雪，否则即便是虎爷监制，这件事也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李清河、陆小西，人是我打的，你们打算怎么对付我呀？堂姐，没错，就是他。这小子算个什么东西？他不过就是柳云儿包养的一个小白脸罢了。在这里大放厥词，堂姐，你可得替我好好教训他，让他知道咱们陆家的厉害。闭嘴！林先生，我不知道是这恐吓得罪了你。从今以后，陆思成被逐出我们陆家，要杀要剐，林先生一而决。林先生，从现在起，李宁却也被逐出我李家，要杀要剐都听林先生的，我李家绝无二无。什么？堂姐，你不能这样，堂姐！滚！你是要害死我们陆家吗？不是，姐，为什么呀？受伤的是我，挨打的也是我，为什么要把我赶出家族啊？混蛋！都是因为你得罪了林先生和柳小姐。你们就不问问事情的经过吗？不问，陆思成他们得罪了您，是他们罪有应当。只求林先生能够再给陆家一次机会。我给过你们陆家机会，你知道他刚才说什么？陆思成，一个杂碎，他刚才竟然大言不惭地说让云儿去陪他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
思成，这个王八蛋，你真是越来越大胆了！陆家要被你害死了，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你！李先生，饶了我李家吧！李明雪的所作所为，我李家是真的不知道，还请林先生饶了我李家这一次。饶了你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多谢李先生。别着急谢我，我还有条件。你们2个家族，每个家族出10个亿作为这件事情的啊。另外，他们2个每个人打断一条胳膊，逐出江城。你们能做到吗？陆家可以做到，多谢林先生。我李家虽然破产，但也能勉强做到。多谢李先生。来人，把陆思成的腿打断，扔出江城！不要啊，姐，你饶了我吧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去，把他带下去。姐，不要啊，姐！你们行事倒是果决，今日之事就不和你们计较。云儿，我们走。林先生、柳小姐慢走。夏荷，你说林阳他真的是精神店的店主吗？你说他若真的是店主，怎么会在乡下待5年之久？甚至连秦家的姓氏都不认识他。小希，可他若不是店主，为何虎爷对他那般恭敬？而且我们可是得到了确切消息，昨天秦云可是带回来一位战神，战神都被那李阳给击败了。罢了，不想这么多了，就按照父亲之前的意思，咱们先去参加蒸笼宴，等秦家家主来了，咱们再随机应变。没错，不论是秦家还是精神殿店主，对于我们江城的3大家族来说，我们就像汪洋中的一只小船，一招不慎就会船毁人亡。只希望我们这次站对了队伍，也希望我们在同一个队伍。不管怎么选，咱们都是朋友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宴会快开始了，咱们走吧。好。见过林先生，见过柳小姐，进来吧。林先生，前几日都是我陆家的错，所以我陆家愿意接受惩罚。这是我陆家一半资产，今日交给林先生，希望林先生能原谅。陆洪商，这是你陆家一半的财产，你没有怨言。林先生，做错事说错话就要付出代价。我陆洪商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，所以这陆家的一半资产便是我的诚意。陆洪商，你这是好破呀！既然如此，这合同我就收下。只要你诚心的依附于我，我保证日后带你入住清湖，得到比现在100倍、1000倍的财富。多谢林先生，我陆家愿誓死追随林先生。李家主，还不快快将家产交给林先生？有了林先生的支持，日后我们几大家族就望入京都啊！陆洪商，你以为3大家族跟你一样蠢，将自己的资产白白送？我告诉你，他们选择了我。李家李文泽见过信使大人。好，今日我秦家家主秦天就会到来，跟着一起来的还有5名战士。他林阳注定翻不起身，江城翻不了天。李文泽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老陆，醒醒吧！啊，跟着秦少才是正道。这次只要咱们站好了队伍，等秦少灭了林阳这个敢冒充店主的杂碎，你我就是天大的功劳。等秦少掌控了四海集团，你我入主京都也不是不可。陆家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选我还是选你？你现在还有机会可以选择，等我们家少主来了，你可就没机会选了。爸，既然选择了，就不要后悔。你难道想让整个江城以后都称我们陆家为三姓家奴吗？
小谢，你说的对，我陆鹏商纵横江城几10年，靠的就是眼。既然决定了，就不会后悔。即使这次赌的是陆家的家产，大不了北来基业一场空罢了。陆家也认了，总比这样犹豫不决，落一个3姓家族的名声要好。父亲果然魄力非凡，女儿就陪你赌这次。老陆，疯了吗？秦家何其强大！刚才没听西城大人说吗？秦少这次可是带了5大战神出来，如此庞大的阵容都可以横扫西方小国了，你还如此执迷不悟？不可以再路都商量好，今天来给林先生致歉，有备而来，投靠了秦家，3大家族同气连阵，只不过是个笑话。既然选择了林先生，就不会后悔。哼，道同不相为谋。老陆，那你就别怪我在宴会后瓜分了你陆家。陆家这次倒是有点眼光。选择大于努力，其实就看在于怎么选。不过这一次却是一场决定家族命运的豪赌。人生本就是一场豪赌，有人赌钱，有人赌命，有人赌一生的幸福。今天我陆鹏商来赌一场，用我陆家的100年基业，一个陆家的未来。若赢了，从此江城3大家族只剩其一，那就是我陆家。从此以后，入驻京都，追随京城殿。若败了，陆鹏商命该如此，陆家命该如此，我有无话可说啊！好魄力，好志气，可是你眼光差，跟着林阳，你的雄心壮志也就到此为止了。林先生，从此以后，我陆家愿追随林先生。只要林先生一声令下，我陆家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陆鸿商，在这江城3大家族里，属你最有魄力。既然你愿意诚心追随我，我保证你不会后悔。多谢林先生，不让他后悔。林阳，凭什么？凭你冒充精神殿殿主的身份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家家主已经到了。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能怎么装。秦云，你还真是秦家的一条好狗，真是尽职尽责。上次你自断一臂，这么快就恢复，说吧，这次想留下点什么？今天要命！秦家少主秦天大人到。林阳，我们家家主已经到了，今天必死无疑。秦云，跪拜少主！江城李家李文泽拜见少主。见少主人不跪，该当何罪啊？林阳，没想到报应来得这么快吧？就是你，冒充精神殿殿主，冒充殿主可是死罪，你可知晓啊？今天我是不是冒充的，你心里不清楚。5年前，我率领18位战神征战江城，平息8国敌。在我受伤之际，你秦家落井下石，派人追杀我。没想到还有这么快。当年你们差点就成功了，可是天无绝人之路，云儿还有医圣救我，我还活着。只要我还活着，今天你们秦家终究只是附庸。故事编得不错，但编的终究是编的，永远成不了真的。当你说出一个谎言，
就要用无数个谎言去弥补。我来了，你的把戏被揭穿了。说吧，背后怎么死了吗？这就是秦家少主今天的实力吗？这也太强大了！难道我陆魂章这次又走了也不成？这句话是我要送给你。时隔5年，我回来了，你们秦家准备好怎么死了吗？林阳，你能活着回来确实体面，但我不该活着。5年前你就该死。纵使你是精神殿殿主，你看看整个宴会大厅，还有谁会相信你活着一定会死？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。精神殿殿主的身份太过沉重，肩负不起。冒充殿主者死！冒充殿主者死！谁说林先生在冒充殿主？他其实就是精神殿的殿主。朱雀见过殿主。秦天武见过殿主。起来吧，朱雀，身为神使。你应该知道冒充殿主是什么罪，却在这里助纣为虐，意图颠覆我精神殿，岂能饶你？秦少，林先生是不是殿主，你心里应该最清楚不过。说得对，我自然是清楚。他是冒牌货，真天顶的殿主身份到处再来招摇撞骗，你们都被他给欺骗了。疾风战神。您曾经跟随殿主南征北战，平定八国之乱，想必对殿主肯定很熟悉。您来说一说，林先生到底是不是殿主？精神殿晴天，见疾风战神。秦少，我可受不了你这个，因为你们秦家把精神殿搞得乌烟瘴气，所以我看不惯你们秦家，不想受您指使，退出战场。我现在已经不是战神了，你不必如此。疾风战神，这是什么话？一天是战神，一辈子都是战神。我精神殿随时欢迎疾风战神归来。只要你们秦家一日掌控精神殿，我是不会回去死了这条心。你说你是精神殿殿主，如假包换。每一任精神殿殿主都有令牌信物。既然你说你是殿主，请把信物拿出来。疾风战神若是认识殿主，直接确认身份不就好了？又何必要多此一举，拿出个什么信物来啊？没错，你直接说林岩到底是不是殿主就行了。莫不是朱雀和秦天虎请的托吧？啊！你现在还认为我是托？这是他小的口无遮拦，小的知错。打得好，战神不可辱，任何敢质疑战神的人都要接受惩罚。李家主，这次是你的错，我不能帮你。是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战神大人教训是我心服口服。不错，知错就改，善莫大焉。不是每个见过殿主的人都能认出殿主。精神殿殿主一直佩戴面具，没有人知道。即便是征战疆场之时，也一直戴着面具，所以疾风战神认不出来也实属正常。更何况那一战距今已有5年之久，5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人的容貌有很大的变化，因此用信物来辨别身份是最稳妥的。所以你说你是精神殿殿主，可有信物？江城柳家柳晴天见过少主。你就是柳云儿的爷爷吧？不错，多谢少主。林阳，拖延时间是没有用的。你要么拿出信物，要么承认你是冒充。我精神殿仁慈，说不定可以饶你一命。他就是个冒充的，他算什么东西？也配有信物？少主，要我说，今天就将他诛杀当场，临阵点刑。爷爷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林阳？他冒充精神殿殿主，我只不过是大义灭亲，
对这种求生极恶之徒，人人得以诛其。我柳家大人面前宣战。柳家林阳，你还是乖乖认罪吧。我们少主仁慈，说不定会留你一命。跪下，认罪吧。林阳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爷爷会这么对你。女儿，别难过，我从来都没对他们抱有希望。没有希望就不会失望。一路走来，我们靠的都是自己，即使站在所有人对立面。好，林阳，我相信你，不管怎样，我都陪着你。你们不是一直都盼着我拿不出信物，然后一拥而上把我拿下吗？不过不好意思，信物我有。云儿，把信物拿出来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在我这儿？是的，云儿，信物就在你。林阳，没信物就没信物，别说那些话。我们少主来的这一刻就已经决定了你的命运死路一条。林阳，你要是实在拿不出来就算了。虽说冒充店主是大罪，但是也需要带回精神殿慢慢审，也不一定会死。所以劝你还是趁早认罪好。云儿，你还记得5年前我送给你一枚戒指，那枚戒指就是精神殿殿主的代表。什么？你是说那枚戒指就能代表精神殿殿主的身份？没错，就是那枚戒指，没弄丢吧？没有，我就是没有想到那枚戒指那么重要。你说的是这个吗？没错。精神殿神龙戒在此，见此戒指，如见殿主。现在你们看清楚了吗？朱雀，请听我恭迎无主，恭迎无主。真的是殿主，属下许疾风拜见殿主。这怎么可能？林阳如果真的是精神殿殿主的话，那我们又站出队伍了。假的，那个戒指是假的。林阳，这怎么可能是精神殿殿主？许疾风，我都跪下了，难道？不可能的，我们李家怎么会连续2次都认错队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都起来吧。多谢殿主。精神殿主能见亡不跪，该当何罪？你们给我跪下！是什么事啊？随便拿出一个戒指，就说自己是精神殿殿主，这种话你们也相信吗？身为精神殿中人，这点辨别能力都没有，太让我失望了。神龙戒是可以代表殿主的身份，但诸位，你们扪心自问，有谁见过这所谓的神龙戒呀？神龙戒一直都在殿主身上，可殿主征战四方，却从未佩戴过戒指。现如今有人随便拿出一枚戒指，就说自己是精神殿的殿主，何其可笑！林阳，你真以为精神殿的殿主这么好冒充的吗？你刚才让我拿出信物来证明我的身份，现在信物拿出来，你又说我的信物证明不了，难道我是不是精神殿殿主，是你秦天一人而求？当然，今天我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武器，那就是精神剑。这盒子里装的就是精神剑，精神剑乃是殿主的兵器。昔日殿主大人就是用这把精神剑带领你精神殿诸位战神，平定八国袭我边境之危，血战疆场3000人，让盟国边境安稳无山。这便是精神剑吗？殿主大人的剑，好久见到此剑，我三生有幸。老伙计，好久不见。 5年前，殿主大人就拿着此剑带我们征战沙场，那一日血染疆场，我等历劫，只能眼睁睁着看着殿主大人一人力斩30名战神，将我国赤旗插在龙国的边境线上，让八国部队大汗不敢越雷池一步。此剑就是精神剑，精神剑乃是殿主的武器，普天之下也只有殿主能将其拔出。 精神剑者，剑者精神。此剑沾染过30多位战神的血，能拔出此剑，才是精神殿殿主。明阳，你确定能将其拔出吗？就他，少主您修为盖世，
在京都为魁首，您都绑出来了进来，他这个废物怎么可能绑不住？少主，能否让我试试店主大人的武器？看无惧能够仔细看一眼店主大人的兵器，我死而无憾。有何不可呀？这便是店主大人的兵器吗？此剑是店主的神器，若有其余人等想要强行将此剑拔出，必会遭其反噬，原免此剑已有灵性，不愧是店主的神兵啊！林阳，确定要拔出此剑吗？林阳，你不是一直想证明自己是店主？现在机会就在你面前，只不过这精神剑可是会伤人的，你可考虑好了再来。林阳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把店主的精神剑？你的手握住精神剑，那都是对精神剑的侮辱。精神剑也无用，他要是感受到了你身上这股冒充精神殿店主的气息，你怕是就要被反噬致死啊！哼，废物就是废物，我是绝对不会后悔让我女儿跟你退婚的。更何况如今精神剑出现，你的谎言自破。林阳，之前你不是很嚣张吗？一言不合就让擎天虎将我李家破产，可你也没想到报应这么快。有精神剑在，今日你必死无疑。林阳，就算你没死又如何？5年前你武功仅是登天被废成了一个废人，别说你修为恢复了，就算恢复了又能如何？精神剑经过加固，就算是登了一也不可能拔出，所以你就等死吧。你死后，我们秦家会彻底掌控精神殿，而我秦天就会是新一任的精神殿殿主。狗，终究是狗，想要翻身做主哪有你？既然你这条狗起了想投主人的心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就要把你这条狗变成一条死狗。好，既然你这么想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可别到时候剑没拔出来，反而被反噬致死，那到时候可真成了一个笑话。诸位，此子说他是精神殿殿主，那么好，我给他一个机会。精神剑在手，就看你能不能将此拔出九窍。哼，林阳，别做梦了，你永远都是那个乡巴佬，不可能成为店主。林阳，你是不是演戏上瘾了？入戏太深，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谁。只是很可惜啊，过了今天，你的所有把戏都会结束。之前你还可以靠擎天虎来作为主，如今擎天虎在少主面前连个屁都不是，你还有谁可以逼着？你们不是都以为我拔不出这把剑吗？那么不好意思，我让你们失望。我曾经用这把剑斩落了30颗战神的头，这把剑印过敌人的血，也印过我的血，早已和我血本相连。我怎么可能拔不出这把剑？不行，店主你要小心啊！店主，精神剑休息，小心为上。林阳，如果实在危险，要不还是算了。现在晚了，你如果拔剑，就会被剑的反噬而死；你如果不拔，就没办法证明自己的身份，也只有死。没错，自从他选择冒充精神殿店主的那一刻起，结局就已经注定。林阳，你该知足，你本来不过就是一个乡巴佬，凭借着你这些年冒充店主的威名，你享受到了常人难以享受的收入。就算死，你也该知足。陆洪章，我们江城3大家族本该同气连枝，但你却选择和我们站在对立面，
把所有的赌注都加到这个毛头小子身上，现在你该后悔了吧？我陆平商做事从来不后悔。陆家至死与林先生共进退。没错，我陆家既然选择了林先生，就相信林先生一定是精神殿殿主。这精神剑，我相信他一定也能够拔出来。死到临头了还存疑，你们陆家这次覆灭的结局已经决定。相信谁？非要相信林阳这么废物？云儿，你放心，这把剑是我不可能拔出。我已经感受到这把剑的渴望。精神剑出鞘，不饮血不入鞘。你们现在还有谁敢质疑我的身份？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拔得出来剑？想法绝对有问题，绝对有问题！原来你真的是精神殿殿主啊！呵呵，我韩无惧肉眼凡胎，不识真龙，还以为你是冒充的。殿主大人，请恕罪。殿主终于回归了，疾风战神许疾风，见过殿主。我早之前便说过，林先生就是精神殿殿主，而你依旧不相信。如今精神剑被殿主大人拔出，你们还有什么异议？殿主，秦家这些年把持精神殿，大肆打压原来的战神，扶持新战神，结党营私，祸乱精神殿，妄图成为精神殿之主。请殿主大人带领我们灭了立了天价，重振精神殿。都先起来吧。多谢殿主。不可能，精神剑经过风雨，即便是我也拔不出来，即便林岩恢复修为，也依旧不可能拔出精神剑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今天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可说？你能拔出精神剑，确实可惜。但是，这又能证明什么呢？证明你就是精神殿殿主吗？精神殿殿主是一种力量，一种信仰，不是一两件东西就能够证明的。你有当殿主的资格吗？你有当殿主的能力吗？事到如今，你还在垂死挣扎，也罢，今天我就让你彻底死心。朱雀，把东西拿。是殿主。知道我为什么总戴着面具吗？即便是上了疆场，也以面具示人。我等无知，还请殿主解。史书记载，兰陵王貌美心壮，音容兼美，而古时打仗最重气势。如果一军将领勇猛威武，士兵就会信服；如果一军将领软弱，那么士兵便会不屑，敌人也会轻视。所以，兰陵王总是戴着面具驰骋疆场，神秘而让人畏惧。林阳，所以这就是你一直戴着面具的原因吗？没错，我18岁时就成了精神殿的殿主。八国祸乱边疆，我龙国边境告急，急需我来稳定军心。可是我当时年幼，深知如果就那样出战的话，难免让战士心怀疑虑。年幼的我能否带他们取得胜利？
所以从那一日起，戴上了面具。诸君曾随我征战江城，一战灭八国，让我们龙国边疆持续了100年的太平，让西方宵小不再敢窥视我们龙国的国土。赤旗所在，敌军覆灭。精神殿出，剑出可屠神。没错，你就是殿主。当日一战，我一直倒地不起，亲眼看着殿主一人一剑斩了那么多的战神，惊得8国部队不敢越雷池一步。殿主，你终于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林阳就是精神殿的殿主，是他带领我们精神殿走出了一个从所未有的道路。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是战神？哎呀，连许霆锋这样的战神都陪你演戏，你真可以啊！不可能，林阳怎么可能是精神殿的殿主？他一个乡巴佬，怎么可能是殿主？所以啊，以后呀，要知道这林阳是精神殿的殿主，你只需要对他好，凭借他和热爱这层关系，必然会称霸江城，入驻京东，成立一个超级大的势力。可是现在完了，全完了！我李家又站错队，又站错队。李阳，你怎么可能是店主？不甘心，我不甘心呐！一切都是命运，全别在我头上。也许我的日子再苦。哈哈，命，快听命啊！欺骗从不信命，命由我不由天。林阳，就算你是店主，只要今天杀了你，谁会知道啊？从今以后，精神殿只会有一个主人，那就是我亲家。天，我是精神殿的新殿主。你放肆！啊！我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难道你们还不清楚吗？论实力，我比他强；论手段，我自认为也可以超过他。凭什么？这精神殿的殿主一直是他来做呀！呸！你也不撒谎的照着你拿什么？你就是一个阴沟里的臭人！嘿！今天你终于露出自己的真面目。你这些年大肆排除异己，为的便是今天。知道了，放心，只要我秦天当上了精神殿殿主，精神殿只会发展的更好。我秦家为精神殿立下了汗马功劳，这殿主是应得的。今天就这么有自信能杀我，然后坐我精神殿殿主的位置，当然为了今天可是做足了准备。诸位，动手吧！今日一战过后，秦家就彻底掌控精神殿。对付店主再小心一点。秦天从来不信命，只相信成王败寇。林阳，纵然你是精神殿殿主，为今日过后，所有人只会记得我。诸位，出手吧！今日一战都是精神殿的大功臣。好生热闹！要是不知道我来的是不是时候？多少大人，您来的正好。不知道贵公子，我秦少的福，
我儿子活得好得很呐！大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然敢对动手！带走！就算对你们动手，只要我今日把你们都尽灭，又有谁会？就算知道我秦天已经是精神殿的殿主，又有谁把我如何呀？陆总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就是没想到秦家居然嚣张到如此地步，害我儿子就罢了，没想到他们如今竟然对殿主您动手。无妨，今日将他们一并解决。你能什么解决？诸位，动手吧，看谁敢！韩无惧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别忘了，是我们秦家耗费精力，一步一步把你培养成战神，和你现在秦家作对吗？我虽名为韩无惧，但实则最强。林阳是精神殿殿主，那就是我的保护。而你们想杀了殿主取而代之，是我难有。说起叛徒，你们才是叛徒，大叛徒一个！想动殿主，我动什么？很好，就是你们这些人要当出头鸟是吗？是。那我就先解决掉你们，再解决到林阳，螳臂等车，找死！给我上！殿主快走！我替你拦住他们！主尊金天虎，快带殿主走！走到哪儿啊？林阳，5年前我追杀你，让你成为了一个废物。5年后今天，我就可以让你彻底下地狱。拿什么阻挡？就凭这几个废物吗？让我们快走吧，对面可是有5位战神。云儿，别担心，他们只是蝼蚁罢了。今天我不靠别人，就靠我自己，就可以将他们清死杀灭。都退下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有没有长进。殿主大人，不可以，这太危险了。是啊，殿主大人，我等不让你涉险的。涉险？我作为精神殿主，经历了多少战斗？今天这种场面，对我来说还是太小。你们赶紧退下，不要做无谓的牺牲。他们，我还不放在眼里。是，殿主。来吧，让我看你们有多少本事。留下我！殿主，我错了，我是受了秦家的蒙蔽，殿主饶命啊！胆小如鼠，贪生怕死，既然做，就该坚持到底。该死！今天他们就是你的倚仗，现在你的倚仗没了，拿什么跟我斗？一群废物！林阳，你以为他们死了，我就杀你了吗？我就不能诛杀你吗？这就是你的手段，也太废了。我没空和你玩，你记住。该你的就是你，不该1分1毫也拿不到。我说过，
秦家还不够格。店主为伍，店主为伍。店主，店主，我错了，都是秦家蛊惑我的，您饶我一命吧。如是，属下在。把秦云带往精神殿，按律法。是。秦家虎，属下在。李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，将李家在江城的资产并入陆家，其余按律法。是，多谢店主。女儿，闭嘴！留下你们柳家，算我仁慈。对了，店主大人，江城的事儿，请随我前往京都，执掌精神殿。云儿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前往京都吗？我愿意。好，那就让精神殿的战神们好好认识一下殿主夫人。谁说柳云儿没人娶的？刘老爷子，柳云儿我娶了。